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毛大师兄。今天我们有一个粉丝给我们寄来了一个大包裹，非常的重。然后的话，带着我们一位新搞来的一个小姐姐，带她来一起拆一下这个箱子啊。我们来拆一下，看一下。你觉得里面会有什么？我猜这么大一块，爆色、满绿、冰种。我觉得绿应该比较少吧，应该冰种还有可能。那我们先拿一个出来啊，来看一下我们小姐姐说的冰种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开窗，但是你看这些皮壳都是被擦过的，都是拿那个钢刷已经刷得很平整了啊。那我们打灯看一下啊，毫无表现。你看它这一块，它的那个皮壳和这块皮壳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这边的皮壳比较细腻光滑，这边的就很粗。啊，一般皮壳这么表现的话，它的那个种水就会天差地别。这边的种水就很粗，颗粒感很重；这边的种水就相对来说细一点，但是它这边的裂也多一点，看出来吧？而这个石头为什么不用切？因为我们看到它这一些裂很大很透，看到没？一榔头下去就可以了。我给你看，我们都是这么玩翡翠的。你不要过来呀！简不简单？都不用用力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以往我们都是拿东西去切，这次我们直接敲开来，我敲开大家应该都明白了，看到没？这些全部都是断口的脏裂，其实那个锤子根本没有用力，稍微碰一下它就开了。我们再打灯看一下它断口表现怎么样。如果它断口表现好的话，那我们一般这个东西就不选择去切它，直接去卖，因为它已经长了。但它毫无表现。是啊，也没有表现啊。那我们换一块吧，这么多块，这个也没有表现，看到没？废了！这是我们粉丝的这么大的原石，怎么可能废了？我跟你说，翡翠的原石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这里，看似废，其实它还是废的。我们接下来就不能用那个榔头了，我们用锯子，看到没？什么种啊？这个？啊？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吧？啊，像个石头。这个种你都没有见过是不是？这个叫冤种，不要放弃。来，我们切第二块啊。这个石头我们来切一下，看看能不能赌出冰种出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继续啊，冰种，这个也是冰种。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吧。这不到最后一刀不放弃。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说面上这一块啊，表现特别粗的，颗粒感特别粗的，我们这边给它下一个口子，看一下里面种水怎么样。第一块石头没有切出那个感觉出来，那我们再切第二块。这个石头粉丝们我都不想切了啊，就没有必要切了。你看它的一个断口，基本上都是白的，看到没？这里连皮壳都没有，这一块就是里面的肉了，这里一块肉就白白干干的。它这个里面肉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石头就没有必要切了。还有一块看一下，一般压箱底的都是好货。哇，这个皮好黄！你看这个石头上面全是裂，看到没？它这个裂很明显的是。这里一道透裂，从这边直接长到了这，还在这边画了一个手镯，而且这个面上全是裂。经常玩原石的人，这个石头有没有东西拿在手里一掂就知道。一般这种石头这么大的，如果里面有好种水的话，很重很重。那你看这个很轻很轻，这种石头如果一般有好货的话，我拿在手里手都会抖。你觉得里面会出什么种水？因为前面那两个都给人很失望。那赌石嘛，可以一块钱博10000块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翡翠原石就切到这里，也不用讲解了啊，就是全都是凉大理石，看到没？全都特别差啊！这期视频还有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包裹上面的那个封条是从云南盈江寄过来的啊。那不一定我们在云南盈江那边买的石头就一定是好石头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哥是多少钱买的，
对吧？那我们还是那一点，赌石有风险，赌石更要赌人。你对了这个人，你可以多花一点钱买这个石头，它不会让你说切出这么差的东西出来，起码能够做货啊什么，起码是一个糯冰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生活愉快，赌狗们，拜拜。